第231章告解。类似的感觉并不陌生，颇有经验的克莱恩立刻借助小丑的能力，控制住了脸部的表情和身体的轻微站立。他柔和但不急促的将视线收回，让刚才的随意一瞥没有表露出过多异常。塔利姆是如此年轻，他甚至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克莱恩顺势感叹了一句。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句话能让他看到献花女子时的微妙反应有足够合理的解释，从与塔利姆有一定关系的女性联想到了对方的婚姻和家庭情况，联想到了朋友是英年早逝，于是悲不自胜。是啊，其实以他的年纪，4、5年前就应该结婚了，可惜的是，他祖父的事情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心理阴影，一直排斥着婚姻，直到最近才有好转。记者麦克附和着叹息道。这个时候，状似正常的克莱恩背后就仿佛有一丛丛荆棘在深深的、缓慢的插入他的皮肤和血肉，让他的精神高度紧绷。那名左手小指戴蓝宝石戒指的黑裙女子直起身体，沉然环顾了一圈，然后在2名侍女的陪同下，安静的离开了塔利姆的坟墓，向着远处渐行渐远。呼，克莱恩无声松了口气，他背后被刺着的感觉迅速化为了冷汗。他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来墓前献花？塔利姆的恋人？可是没才没势没身份没地位的塔利姆怎么可能会和一个涉及0级封印物或同层次半神的可怕人物有恋情？这又不是小说，而且应该就是他利用诅咒杀死了塔利姆，背后的水好深。克莱恩表情沉静的听着记者麦克和外科医生艾伦讲述塔利姆的往事，他迅速发散开思维，觉得这件事情上最让人困惑的一点是，一个没钱没势没身份没地位没实力的普通人的死亡，竟然会涉及0级封印物或同层次的强者，这简直不可思议。但这并不是孤立，类似的事情在我周围还有一起。克莱恩忽然有所联想，望向了外科医生艾伦。这个普通人的家里很可能藏着一条序列1的水银之蛇。顺着这个思路，克莱恩回忆起穿越过来的近5个月时光，愕然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与多位半神、多件恐怖封印物有了实质牵扯。刚才那个杀死塔利姆的女子，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毒神者阿蒙，王国博物馆内手段神秘的女性，玫瑰学派的高序列强者008-1到42，因斯赞格威尔，变异的太阳圣辉，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疑似死神后裔的阿兹克艾格斯先生，门先生，黄昏隐士会。一个个名字在克莱恩的脑海闪现，每数出一个，都让他想到吸口凉气。他沉下心灵，仔细思索道，这还没算位居这些之上的真实造物主和永恒烈阳。严格来说，我自己也能排入这个行列，毕竟是因黑占卜而来，掌握着诡异灰雾的意识之魂。这难道就是罗塞尔之后的又一个时代的风口浪尖？所以半神们、恐怖封印物们才会纷纷进入现实生活。克莱恩念头闪烁间，心情沉痛的记者麦克和外科医生艾伦相继告辞，他也不快不慢地离开了墓园。就在他四下张望，寻觅哪里有出租马车的时候，一辆熟悉的马车从隐蔽的地方驶了出来，停在了他的面前。虽然黑色车厢上的文章被技巧性的做了遮掩，但克莱恩还是依然一眼就认出这是埃德萨克王子的马车。无声无息间，车门打开，头发梳理的一丝不苟的老管家下来，礼节性做出请的手势。王子殿下在等你。好，克莱恩没有半点心虚，进入了宽敞温暖的车厢内。埃德萨克王子穿着深蓝色的大衣领外套，胸前是一条条金色绶带般饰物组成的装束，这让他看起来异常高贵。他摩挲了下钻石领针，狭长的眼睛带有几分叹息。就连参加朋友的葬礼，我也受到限制，不能直接到场，只能远远旁观，只能派人替我献花。这就是王室的不自由。如果塔利姆的祖父没有丢掉爵位，您应该是不用避忌什么的。克莱恩顺着埃德萨克王子的手势坐到了对面。埃德萨克端起嫣红如血的奥尔米尔葡萄酒道，我原本打算找机会帮塔利姆的父亲恢复一定的爵位，可惜他没有深入这个话题，转而问道，夏洛克，你有收到那个包裹吗？有。克莱恩问什么答什么，绝不做过多的描述。埃德萨克轻轻颔首道，有什么进展吗？我利用塔利姆的头发、血肉和随身物品做了几次占卜，但得到的结论都是他死于突发的心脏疾病。克莱恩用没有感情色彩的平滑叙述，疯狂暗示着我序列不高，我水平有限，我虽然擅长占卜，但对方更加强大，我肯定调查不出真相等意思。
埃德萨克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表情，叹了口气道：“之后你打算怎么调查？”从塔利姆死前几天接触过的人和去过的地方入手。克莱恩按照预案回答道。埃德萨克看了眼老管家，这肯定少不了威逼审问和金钱收买。给夏洛克100磅做调查经费。是，王子殿下。老管家从衣兜里掏出了早就准备好的一叠钞票，直接给100磅做经费。克莱恩再次感受到了埃德萨克王子的慷慨。我会努力调查的。他接过那100磅现金，直接揣入了口袋里，没去细数。希望我们能让塔利姆安息。埃德萨克王子紧握右拳，轻击左胸。他边说边侧头望向窗外，望向不远处的皇冠墓园。他对塔利姆还是有几分情谊啊。克莱恩暗自叹息，被老管家引领着离开了马车。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看着面前长发及腰的心理学教师伊斯兰特，假装谨慎的左右看了看，他随即压低嗓音道：“伊斯兰特老师，我最近有参加一个新的非凡者聚会，里面有人在高价收购人皮幽影的特性和风卷者魔药配方。不同的人，这应该都是中序列的事物了吧？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对，你们感兴趣吗？”伊斯兰特怔了一下，沉吟几秒道：“我回去问一问。”好。奥黛丽轻快回应，就像只是单纯觉得类似的中序列交易有趣。伊斯兰特收回注意，认真说道：“奥黛丽小姐，虽然你已经是序列8的非凡者，但你没接受过正式的神秘学教育，对观众和读心者的许多应用型技巧及相应的理论基础也不够了解。从今天开始，我将引导你逐渐成为真正的非凡者，这正是我希望的。”奥黛丽真心诚意的说道。蹲在他脚旁的金毛大狗苏茜也愉快的摇起了尾巴，似乎在替主人高兴。打定主意消极怠工的克莱恩乘坐马车回到了明斯克街15号。他开门进屋，刚要摘掉帽子，动作忽有凝固。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有陌生人进过客厅，进过房间。这几乎没有掩饰啊，算是一种警告。有警告总比没警告好。克莱恩立在门厅，沉默了好一阵子，旋即他转身出门，乘坐出租马车前往蒸汽教堂。这座教堂高耸着烟囱和钟楼，前者代表蒸汽的力量，后者悬挂复杂的钟表，象征机械的美感。此时既非周末，又不是中午和晚上，教堂大厅内只得稀稀拉拉的信徒在安静的祈祷。克莱恩坐至靠过道的位置，靠好手杖，摘下帽子，对着最前方的圣灰装模作样的祈祷了10分钟。接着他拿上东西，沿着过道抵达圣坛，对站在旁边的主教道：“我想忏悔。”好，神在注视着你。面容慈和，两鬓苍白的主教当先走向了侧面的告解室，克莱恩紧随其后，关上了房门。他坐到椅子上，隔着木板对主教道：“我忏悔，我面对危难没有坚持原则，选择了退缩。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主教柔声问道。克莱恩当即把塔利姆的死亡、自己的怀疑、对机械之心的提醒、埃德萨克王子的委托，以及在占卜未能获得想要答案后，面对王室倾轧，发自内心的退缩之情，原原本本描述了一遍。他之所以不直接找卡尔森，是担心自身不仅被对面注视着，还被埃德萨克王子的人暗中观察着，一旦明确说出敷衍和代工意图，说不定会遭遇另外的恶难。而蒸汽教堂是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贝克兰德教区的总部，是他们3大圣殿之一，没人可以窥视这里。克莱恩打算的是借助蒸汽教会传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避免被卷入更深层次的冲突。简单来说就是遵从心的意愿。主教安静听完，语气不变的回答：“你的选择是人类的本能，神不会责怪你的。你回去吧，神会庇佑你的，这就好。”克莱恩听懂了暗示，安静的离开了蒸汽教堂。站在外面的街道上，看着弥漫薄雾的天空，他无声叹了口气：“尽快提升吧。”第232章直播，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了漆黑的城墙。戴里克伯格背负皮质的囊袋，手提飓风之斧，与近10名队友一起站在门洞之外。抬眼望去，他看见城墙石缝间黑土干硬掉渣，却长出了一丛丛顽强的杂草，它们细密飘荡，如同人类的头发。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忙收回视线，望向城门。闪电与黑暗的交替中，一道高大的身影慢慢走了过来，背后交叉携带着2把内敛的直剑，紧跟着他苍白凌乱的头发
沧桑幽邃的眼眸，扭曲深刻的陈旧疤痕。常年不变的棕色外套和亚麻色衬衣，相继映入了戴里克等人的眼眸。来者正是白银城6人议事团首席科林伊利亚特，一位强大的猎魔者。戴里克问好后，下意识将目光投向了首席的腰间，那里有一条分成许多格的皮带，每一格里面都插着金属制成的不同小瓶，这是一位猎魔者经验和强大的表征。戴里克以前听父母提过，猎魔者善于发现不同怪物的弱点，辨识各种材料的用途，并能在特有的冥想模式下，针对前者，借助后者，调配制作出相应的神奇药剂、圣膏、精油和特殊印记，然后通过服食、涂抹、使用这些物品，达到克制目标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验丰富、见识广博、准备充足、反应敏锐的猎魔者是绝大多数怪物的克星，他们腰间的金属小瓶数量和种类就代表着他们的阅历。当然，这只是猎魔者拥有的部分非凡能力，仅靠这些，他们是无法被称为半神或圣者的。科林环顾一圈，确认所有队员已经到齐，遂低沉开口道：“点灯。”出发，2位队员当即点燃了灯笼内的蜡烛，让昏黄的光芒迷迷蒙蒙的透过极薄的皮革照了出来。在闪电频率较高的白天，于白银城内是没必要使用蜡烛的，因为每隔2-3秒就有光照，且周围的怪物已经被肃清了一遍又一遍。可一旦离开白银城，进入黑暗深处，就必须时刻保持有烛光，否则只要闪电在某一阶段没跟上，造成了超过5秒的无光环境，那队伍就大概率会遭遇某些怪物的袭击。激烈的战斗并不是最可怕的发展，让戴里克记忆犹新的是他父母讲过的一个故事。某一次，他们探索黑暗深处时，因为前一阶段与腐蚀活尸潮的战斗，蜡烛没能及时更替，于是不得不承受长达8秒的深沉幽暗。等到闪电重临，烛光再现，他们愕然看到原本的8位队友只剩下5个，另外的3人无声无息，不知不觉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吸了口气，戴里克握紧飓风之斧，走在队伍中间，跟随首席往预定的方向前行。一道闪电炸亮，让种满了黑色长草的平原田地宛若阴森油画般呈现了出来。由10位非凡者组成的探索小队，走在满是嶙峋碎石的道路上，深入了那一片片黑草。闪电平息，浓郁的黑暗瞬间回卷，险些将他们完全吞没。昏黄的烛光穿出皮革，微弱的、摇晃的坚守着周围区域。东区油腻的廉价咖啡馆内，克莱恩按照之前的约定，找到了正在给吐司涂抹人造奶油的老科勒。他瞄了眼对方摆在桌上的皱巴巴香烟，笑了一声道：“新买的？不，以前的，一直没再抽过，但始终会带在身上，偶尔拿出来嗅一嗅。呵呵，这会让我想起那段流浪的生活，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死掉。”老科勒的语气略带后怕之意。克莱恩拿出提前换好的20苏勒零钱，边坐下边推给对方。上次的情报我很满意。不等老科勒谦虚，他扭头望向柜台，1条燕麦面包，2片吐司，1块黄油，1份土豆炖牛肉，1便士的茶水。莫里亚蒂先生，您昨天没吃晚餐？老科勒拿着钞票愣了一下。克莱恩摇头笑道：“我接下来会很忙碌，也许没时间用午餐。”他要假装自己很积极很认真，毕竟拿了埃德萨克王子100磅的经费。老科勒没有多问，边警惕四看，边将钞票塞入了衣兜。您上次让我打听的事情有结果了，阿兹克艾格斯的悬赏来自于几个黑帮的老大和某些情报贩子。我不知道是谁委托他们的，接触他们很难。军情9处吗？克莱恩点了点头。足够了，不需要再深入，那太危险了。老科勒松了口气，转而说道：“前2天有人在金斗篷街的廉价旅馆里见到了疑似阿兹克艾格斯的家伙，据说和悬赏单上的照片基本一致。”克莱恩心头一凛，不禁反笑。然后呢？难道我刚准备争取这个悬赏，事情就结束了？然后有了线索，不少赏金猎人很快就赶了过去，但什么都没发现。他们说那个房间有打斗的痕迹。老科勒努力回忆着自己搜集到的消息，情报肯定会先给军情9处。这是阿兹克先生和他们有了一番暗中的较量，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克莱恩看了眼端着餐盘过来的老板，故作沉吟的对老科勒道：“你等下带我去金斗篷街，也许我能发现些线索。”此时已过了东区的早餐时间，廉价咖啡馆内客人极少。
好，老科勒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一共16又1/2，便是老板将克莱恩要的早餐放到了桌上。土豆里的牛肉不多，但炖得很烂，一看就是提前准备好的。那浓烈的香气勾得老科勒不由自主吞咽了口唾沫。付了钱后，克莱恩拿起叉和勺，对老科勒道：“继续。”已经没什么人在找愚者的信徒，除了几个固执的赏金猎人，不少失业的纺织女工，包括一些男性工人，离开了东区。老科勒一条条说着什么。克莱恩吞下牛肉，抬起脑袋，离开了东区，应该是找到了别的工作，具体去了哪里，我打听不出来。老科勒如实回答。他们的家人不知道。克莱恩追问道。有的是带着失业家人一起离开，有的是本身就没有家人。从外地来被克兰德寻找活计，老科勒早就做了一定的调查。从对象的选择来看，这事有问题啊。克莱恩先行记下，继续边用餐边听老科勒讲述这段时间内东区发生的事情。约定好下次碰面的时间后，他放下餐具，擦了擦嘴，拿起帽子道：“去金斗篷街。”金斗篷街唯一的廉价旅馆内，老板收下2便士费用后，领着克莱恩和老科勒走向了疑似阿兹克艾格斯之人住过的房间。这段时间很多赏金猎人来，嘿嘿，让我赚了不少，所以都保持着原样。老板用钥匙打开了房门，指着里面道。克莱恩一眼望去，看见了倒伏的椅子和散落于各处的碎布，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打斗痕迹。借助相当高的灵感，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床底，凝视2秒，他走了过去，弯腰拍了下床面，噗，些许灰尘飞起，一只浅黑色的老鼠从床底窜了出来。它看似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但克莱恩的凝视中，它的气场颜色却只剩下黑绿。老鼠转了个弯，爬上墙壁，让腹部暴露在了克莱恩眼里。那片柔软的地方，血肉发绿，流着脓液，可以直接看见里面同样腐烂的内脏。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收回视线，对完全没注意老鼠的老科勒道：“阿兹克艾格斯的悬赏有被收回吗？”没有。老科勒肯定摇头。克莱恩又审视了一遍，往外迈步道：“走吧，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明斯克街15号。在外面忙碌奔波了一天的克莱恩早早躺进被窝，进入了梦境世界。时而连续时而支离的片段浮游掠过，克莱恩忽然清醒，知道自己在做梦，有力量入侵了我的梦境。克莱恩维持着刚才迷蒙的状态，不经意地打量起四周，他发现自己正置身于郊外，到处是肥沃的田地。一条河流从远处奔来，在前方的山崖旁绕了个弯，那山崖的一面光秃秃的，显出纯粹白色的岩石，远远望去，有种异常圣洁的美丽。河湾处，近10位带着各种器物，身穿黑色大衣或深色夹克的男男女女围绕在一个隐蔽的地下入口旁，其中就有克莱恩的熟人伊康瑟伯纳德。白崖镇、斯特福德河湾、机械之星，他们在探索阿蒙家族的陵墓了。可为什么会有场景出现在我梦里？克莱恩一阵疑惑。就在这时，他看见河流表面水光浮动，迅速勾勒出了一行白色的单词：“您忠诚的仆人阿罗德斯向您报告探索的情况。”克莱恩嘴巴微张，短暂竟说不出话来，脑海里则有声音在回荡：“你说你好好一面镜子做什么二五仔？”第233章机械之星的战斗风格。瞬息之间，克莱恩切换至愚者那种俯视一切、高深莫测的状态，轻轻颔首道：“不错。”他前方的河流顿有奔腾，白色的单词蠕动改变，重新成型。您随时可以选择加快或者跳过某些场景。这一句话凝固了2秒钟后，画面陡然拉近。克莱恩一下来到了伊康瑟伯纳德的身边，但却无人发现他。他环顾四周，只觉附近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景物，没有半点虚假的感觉，让人异常的身临其境。还能加快或者跳过某些场景。阿罗德斯这面镜子的本体其实是虚拟现实类家庭影院吧？克莱恩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他再次审视机械之星成员们，发现为首者是位穿白色牧师袍、戴神职人员软帽的老者，面容异常的慈祥，表情沉静而温和。大主教阁下，所有人都准备好了。伊康瑟凑近那位老者，行了一礼道：“大主教，这就是蒸汽与机械教会贝克兰德教区的大主教，半神半人的霍拉米克·海顿。机械之星确实慎重，没有大意，说不定他们还携带有一件一级的封印物，并且提前做过占卜，毕竟他们掌握有窥秘人途径。还好，
我基本可以确定灰雾的反占卜或者说干扰占卜能力是像亵渎之牌那样，让结果呈现最正常、最自然、最不会引人怀疑的一面，否则也许会暴露些事情。不过我和沙伦小姐见面的场景有一定的概率被再现，因为这对我自己来说不是什么有危害的事情，就看怨魂干扰占卜的本能是否可以影响机械之心的尝试了。等等，机械之心大概率是依靠阿罗德斯，以他刚才和之前的表现看，顺手打个马赛克讨好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想着。这时霍拉米克海顿在胸口画了个三角圣徽，开始行动。神会庇佑我们的近10位非凡者陆续向下，克莱恩紧随其后，完全没有快进。他一直对机械之心中低序列的战斗方式好奇，打算趁这个机会见识一下。另外，半神半人真正出手是什么样子，阿蒙家族陵墓内隐藏着什么秘密，也是他非常关注的事情。黑色大理石打磨成的阶梯历经1-2千年时光的冲刷，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硬度，没有一点被腐蚀的迹象。机械之心的成员们沿着它一路来到地底，看见了极具第4纪特色的不对称石柱和刀劈斧砍般的花纹。那些柱子分立于一条宽阔道路的两侧，前方是一扇巨大的、沉重的、对开的深灰色石门。石门已经裂开了能让2人并排出入的缝隙，里面一片幽深。机械之心的成员们没急于进去，提着照明效果不错的马灯，在外围区域仔细搜索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物品。按照预定方案，第一组做初步清理。伊康瑟征的大主教同意后，按了按头顶的帽子，将蓬松的发型又压了下去。清理。就在旁边的克莱恩咀嚼起这个单词，他疑惑之中，最为健壮、最为魁梧的2位机械之心男性队员各自放下了背部的黑色长条盒，将它们打了开来。长条盒内，一个是结实厚重的铁黑色炮管状物品，上面铭刻着密密麻麻的诡异花纹；一个是复杂精美的奇特枪支，有淡金色的弹链插入其中。那2位队员之一扛起那炮管状的物品，脚步发沉的走到了石门敞开处。另一位机械之心成员端起奇特的枪支，挂好弹链，跟在后面，略微慢了2步。2人对视一眼后，前者扛着的炮管状物品迅速发亮，勾勒出喧嚣炽烈的印记和花纹。轰！一个宛若微缩太阳般的金色火球从炮管内飞了出去，飞进了漆黑与幽暗里。轰隆！大地微微震颤，猛烈的光芒从缝隙往外冒出。端着炮管的机械之心成员身体明显沉了一下，双脚有所颤抖。轰隆！轰隆！轰隆！他连连动用那非凡武器，让金色炮弹一发接一发的射向了不同的位置，炸得陵墓摇摇晃晃，但却没有尘埃洒落。他稍有平息，端着奇特枪支的队员踏前2步，扣动了扳机，哒哒哒哒哒哒，机枪扫射般的声音响起，一枚接一枚的淡金色子弹飞出，净化着黑暗深处的危险。这不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炮火洗地效果吗？而且用的是净化子弹、驱邪炮弹之类的超凡消耗品，好奢侈。这就是机械之心的战斗方式。克莱恩看得眼睛圆瞪，嘴巴微张。一阵狂轰滥炸后，伊康瑟在嗡隆隆的回声里拔高嗓音道：第2组做后续清理。还有，克莱恩觉得自己已经有些麻木了。第2组同样是2位队员，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皮革制成的卷轴，他们以简短的方式念出咒文，激发卷轴，将它们丢向了里面。石门之后的建筑忽然被柔和纯净的光芒笼罩，一滴滴淡金色的神圣雨点哗啦啦落下，将范围内的所有事物清洗了一遍。克莱恩木然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有些荒谬。等等，你们不是来考古的吗？你们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吗？用这种方式清理，不害怕陵墓直接垮塌吗？他念头闪烁间，第2组清理完毕，向伊康瑟喊道：执事。和预想的一样，建筑结构没有被破坏，他们显然有所准备。好，继续前行。伊康瑟下达了命令。克莱恩走在中间，通过石门，只见地上有一团又一团的污迹和碎片，让人根本辨别不出曾经活跃于这里的怪物都是什么品种，也猜测不出曾经预设于此地的机关都有什么作用。这样几波洗地下来，只要没有提前避开，高序列以下的非凡者都扛不住啊。克莱恩再次深刻领悟了什么叫暴力美学，什么叫简单粗暴不讲道理。接下来的过程里，刚才的场景反复呈现，机械之心的队员们顺利挺进，探索了一个又一个区域，时而收获一些开始聚集的非凡特性。
没有壁画。眼见主目视在望蒸汽与机械教会大主教霍拉米克·海顿却停了下来，疑惑自语。算半个历史学家的克莱恩也有同样的不解。正常来说，一个贵族成员的坟墓里或多或少都有表明其生前地位和荣耀的事物，而当坟墓变为陵墓，甚至陵寝，拥有足够大的空间时，用壁画来讲述主人的一生是很常见的事情。这在更加古老、更加蒙昧的年代里也不罕见，甚至是最普遍的手段。人类最先学会的是画画，而非文字。所以，一个第4纪的大贵族陵墓内居然没有类似的壁画，确实有些古怪。听到大主教的疑问，伊康瑟当即吩咐队员们2人一组的散开，搜索附近，寻找相应的痕迹。旁观着这一切，克莱恩忍不住有点想快进，想直接看到结果。就在这时，他发现左侧角落里的2位机械之星成员忽然变成了3个，其中一个和伊康瑟·伯纳德长得一模一样，头发蓬松到顶高了帽子。克莱恩先是一怔，旋即有了猜测。他念头刚现，伊康瑟走向离他最近的队员。有发现吗？他清了清喉咙，压低嗓音道。那队员警惕转身，见是伊康瑟直视，顿时放松了下来。没有。他话音未落，眼前的伊康瑟突然变成一张人皮，罩在了他的身上。那苍白的人皮紧紧地裹住他，脸部开始勾勒出五官的轮廓。这个过程中没有多余的声音，没有任何异动被引发。豁然之间，人皮之下透出了道道光芒，宛若太阳出生时的光芒。人皮当即变得半透明，受到灼烧般飞快腾空而起。一根黑色的鞭子随即抽来，打在了他的身上，让他的动作明显变得缓慢。这样的战斗里，缓慢就是原罪。一件件非凡武器，一张张燃烧的卷轴，一枚枚弹筋的子弹相继而至，将那人皮淹没。绚烂的光芒之后，无数灰烬落下，它们皆闪烁微光，缓慢的、奋力的开始聚拢。果然是人皮幽影。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刚才遭遇袭击的机械之星成员。这男子扯了下领口，扯出了一个护符，上面有诸多太阳相关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幸好大主教让我们带上了这些东西。他提着马灯，由衷的赞叹了一句。克莱恩这才发现，他的领针有黑夜安宁的意味，他的指环带着风暴的燥烈，他的皮带给人实质的力量感。虽然不全是神奇物品，大部分属于符咒饰品和非凡武器类，效果很快就会衰减，但也都价值不菲啊。不是工匠或者富豪类非凡者，根本弄不到这么多。这就是机械之星战斗的风格吗？烧钱！克莱恩猛然有种被打击的感觉，待了好久才恢复过来。这个时候，人皮幽影的特性已聚集成型，它就像一颗硕大的钻石，有无数的截面在反射光芒，而每一个面上都映照有不同的脸孔。那些脸孔密密麻麻，层层叠叠，让人眩晕。我就差它了。克莱恩一阵欣喜。机械之星处理好收获，继续寻找壁画，但没有发现任何痕迹。他们只好再次集合，向着通往主墓室的甬道走去。第234章画像。又是一番狂轰滥炸后，进入主墓室的甬道展现在了机械之星诸位成员的眼中。地面到处都是碎渣，另一颗映照人脸的钻石状非凡特性静静躺在右侧墙壁的底部，与其余2件发光的物品交相辉映。整条甬道内，包括2侧墙壁和顶部石板，都出现了坑洼，但有一样东西却完好无损。它是悬挂于前方7、8米外的一个画框，色泽棕黄，木头纹理明显，暂时只露出侧面。不需要别人提醒，在场的所有非凡者都看出了它的古怪。这时，一直没什么大动作的蒸汽与机械教会大主教霍拉米克·海顿上前一步，嗓音柔和的说道：他应该就是资料记载里属于阿蒙家族的幽灵画框，只要走进他的范围，被他映照入内，灵体就会瞬间脱离血肉，成为一张肖像画，被永远的封印在它里面。这样的状态下，即使画像更替，没有相应的办法，也无法得到解救。如果被封印的时间太久，身体已经死亡，哪怕掌握了正确的解除封印的办法，灵也会很快消散。说话间，霍拉米克一步一步前行，靠近着那个奇怪的画框。克莱恩下意识有些担心，不敢去旁观半神半人对抗封印物的具体过程，但他迅速就醒悟了过来，自己只是在看魔镜阿罗德斯提供的全息影像，有什么好害怕的？
很正常，很正常，这就和看恐怖片和玩黑暗类游戏的即时感受一样。克莱恩自我开解了一句，加快脚步，跟上了霍拉米克海顿。半神半人的大主教很快就走到了那个需要被封印的神奇物品范围内。穿白色牧师袍、戴神职人员软帽的身影一点点映入了画框表面的玻璃。玻璃，第4季就有了玻璃，好像是这样，至少第5季的历史里一直有玻璃，且没提过是谁发明的。克莱恩饶有兴致地等待起半神半人与奇异封印物的战斗。霍拉米克的上半身完整在幽灵画框内呈现了出来，但他的双眼却没有失去神采。他面对面地走向了画框，画框内的身影出现波动，仿佛一直在往内收缩，却无法成功。霍拉米克停了下来，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几乎不透光的大块黑布，盖向了幽灵画框。画框颤动了几次，最终还是被黑布彻底遮挡，归于平静。霍拉米克似乎没受到任何影响，轻松取下幽灵画框，用黑布完成包裹，在背后打了个结。这部神秘学不是说好会将灵体吸进画框，变成肖像画吗？怎么大主教一点事情都没有？这是半神半人的特殊，还是另有原因？克莱恩一阵疑惑，上下审视起霍拉米克海顿，没发现丝毫异常。眼睛有神，表情慈和，血肉充盈。可惜不在现场，否则可以开灵室研究一下。克莱恩收回目光，就在原地等待着伊康瑟等机械之星成员过来。霍拉米克将幽灵画框交给一位队员，自行往前走向了甬道尽头的主墓室入口。那里有一扇充满刀削斧砍般花纹的黑色石门，中间镶嵌着一个灰白色的圆盘，盘的表面分成12格，有一根黑色的指针，就像外界的钟表。但是那些格子并没有均匀的分配盘面，有大有小，极为不协调，而且每个格子都有一半涂抹着阴影。阿蒙家族的文章，霍拉米克大主教略微介绍了一句，他没具体解释文章的象征意义，因为这里只有执事级的伊康瑟伯纳德有资格知道。克莱恩则依靠自己的神秘学积累，尝试着做出解读。圆盘12格指针的组合明显代表着时间，与阿蒙分身消亡后留下10只虫这点吻合。本应均分圆盘的12格大小不等，笼罩着一定的阴影，是否表明阿蒙家族是时间的暗面？他们独神者的称号又体现在哪里？克莱恩思绪转动间，霍拉米克大主教什么防护都未做的推开了那扇石门。石门沉重后敞，露出一个极为宽敞的墓室。墓室正中央有高台垒起，上摆一具深黑色的棺柩，四周的墙壁上有一个个铁色的灯架支出，拖着一根根还在静静燃烧的白色蜡烛，所有的烛火都没有摇曳，安静的仿佛只是定格的画面，完全没有经历过1-2千年时光冲刷的痕迹。从石门往棺柩的直线路程上倒着一具具尸体，他们或穿黑色呢质大衣，戴半高丝绸礼帽，或一身普通工人打扮，并配了顶鸭舌帽，一看就是最近几年才进入这里的人。之前招募帮手的那批非凡者，他们怎么通过前面区域的？人皮幽影等怪物明显还活着啊！克莱恩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凝目望向了那些尸体。这一看，他顿时有点被吓到。那些尸体个个都白发稀疏，皮肤干皱，斑纹明显，如同80-90岁的老者。他们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伤口，似乎就是活生生老死的，且刚死没多久，还未来得及腐烂。很显然，不会有这么多年迈的非凡者来探索陵墓，就算发现这里的人已经老朽，招募帮手时也会尽量挑选年轻力壮的。这里有古怪。克莱恩微皱眉头，再次环顾四周，他迅速联想到了阿蒙分身留下的10只虫，联想到了石门上有时间含义的阿蒙家族文章。让人迅速老去是阿蒙家族的非凡能力之一，时间的暗面，时间的漏洞，难道让别人飞快老去的同时，阿蒙家族的成员会重现青春，获得更长的生命？等等，这些非凡者轻松闯到这里，也许就是墓主人有意放纵，他要掠夺别人的时间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克莱恩有所猜测的望向了高台上的那具黑色棺柩。这个时候，霍拉米克海顿这个半神半人的强者抬起左手，往下一压道：“你们停在这里。”是。大主教阁下伊康瑟等人毫不犹豫就回答道。作为官方组织的成员，他们都阅读过大量的超凡事件卷宗，知道类似的情况下，必须绝对服从高序列者的意志，绝对不能擅作主张逞强行事，否则死都不知道会是怎么死的。
霍拉米克往前望去，目光停在了高台底部倒扣着的一个画框上。他表情未变的迈开了脚步，不快不慢的往前行走，一点准备都不做。半神半人的特点就是莽。克莱恩看得颇为错愕，他似乎已经能够想象霍拉米克牙齿掉光，白发凋零，皮肤干皱，迅速苍老的样子。一步，两步，三步，原本正常的霍拉米克忽然抖了一下，体内有让人牙酸的尖涩摩擦声传出，他的步伐开始变慢，他的动作有些僵硬，他的皮肤明显变干。这有些不对，不是正常人类的苍老，刚才的摩擦声是怎么回事？克莱恩在心里嘀咕了一句。4步、5步、6步，霍拉米克身上传出撕裂的声音，有东西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克莱恩下意识望去，看见了一个齿轮，满是锈迹的齿轮。霍拉米克继续前行，身上时而掉下东西，有生锈的螺丝钉，有融化的蜡块，有发黄的骨头，有松弛的弹簧。他身影越来越单薄，摇摇晃晃，随时可能瓦解。这就和机器人一样，用这个时代的术语来说是像活着的人偶。克莱恩突然间有所明悟，他记得老尼尔死前说过，大地母神教会的序列4擅长生命炼成，通识者途径对应的序列也勉强能够办到，而霍拉米克就是通识者途径的高序列强者。我面前的霍拉米克不是真正的他，只是炼制的人偶。刚才幽灵画框之所以无效，就是因为人偶根本没有灵体，真正的霍拉米克应该还掉在很远的地方。不愧是半神。克莱恩恍然之际，大主教走到了高台前，屈起膝盖，弯下腰背，将倒扣着的画框翻转了过来。正常来说，探索有超凡因素的陵墓时，都要避免将类似的物品弄到正面，但霍拉米克这次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随着画框翻转，封闭的陵墓内突然有风刮起，吹散了无形的禁锢和沉默。铁色灯架上的一根根蜡烛迅速燃烧，变得异常明亮，但很快就走到了生命的尾声，融化殆尽。地面那一具具苍老的尸体则飞快腐烂，弥漫出恶臭。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主墓室就变得昏暗，仅剩机械之星成员们提着的马灯勉强照亮前方。霍拉米克拿起地上那个画框，摇晃着沿阶梯向高台登去。他来到黑色棺柩前，伸出右掌，用力一推，吱呀，摩擦声里，沉重的棺材盖子裂开了一道缝隙，似乎根本没有被钉上。霍拉米克低头看了一眼，嗓音未变的说道。没有尸体画面随之拉近，克莱恩看见棺柩内部空空荡荡，仅在底部铺着一层淡金色的软垫，垫子上绣有一条深具12道圆环的虫子。这时霍拉米克转过了身体，手中拿着的画框随之映入了伊康瑟等人眼中。只是瞄了一眼，克莱恩的目光就突然凝固。那是一幅肖像画，画的是一位嘴角含笑的年轻男子。他黑眼睛，黑卷发，他宽额头，瘦脸庞，他挂着水晶单片眼镜，他戴着黑色的尖顶软帽。阿蒙，第235章阿蒙可能的来历。阿蒙，克莱恩在心里念出了这个单词。他原本以为出没于神器之地白银城的毒神者是阿蒙这个古老家族的后裔，通过继承先祖们的遗留，一步步走到了半神位阶，谁知道对方很可能活了2000年以上，是阿蒙家族最鼎盛时的成员。老古董啊，他没事给自己修个陵墓做什么？假死脱身，还是另有缘由？比如定格时间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痕迹。他能从第4季活到第5季，靠的是掠夺他人的生命。我原本猜他是序列3、序列2，今天再看，序列1也不是不可能。漫长的时光总会带来本质的提升。克莱恩时而疑惑，时而揣测，思绪如同沸水，咕噜不停。人偶霍拉米克扯了扯喉咙，不小心拉掉一块表皮，露出了里面异常复杂的机械结构。他的声音从那个位置外透，带上了几分漏风的感觉。你们搜寻地上的尸体，不要靠近这边。是。大主教阁下。伊康瑟等人明显松了口气。地上的那些尸体内早已凝聚出非凡特性，有的甚至还和身体某个部位结合，形成了让人瘆得慌的神奇物品。另外，死者们还随身携带有各种饰物。机械之星这下收获不小啊，加上之前得到的幽灵画框、人皮幽影特性等物品，完全弥补了疯狂洗地的开销。大投资换来高回报。克莱恩的视线在地上流连了一阵，他吸了口气，拔起目光，
跟着未提马灯的人偶霍拉米克向关厩另外一面的墙壁走去。这个时候，魔镜阿罗德斯讨好的调亮了画面，让前方的事物变得清晰。克莱恩看见对面的墙壁因刚才的急速风化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斑驳，许多壁画因此被破坏，再也无法还原成之前的模样。唯一一幅较为完整的，能勉强看清楚的，有色彩的壁画位于墙壁顶端，并往上占据了小半个穹顶。它描述的是一座巍峨连绵的山脉，最高的主峰上竖立着一个巨大的、比山还高的十字架，十字架蒙着层层叠叠的光辉，显得异常的神圣。它的前方隐约呈现有一道雄伟高大的身影，山脉就仿佛匍匐于他脚下的宠物。这身影四周簇拥着一个又一个被生双翼、四翼、六翼的天使，他们或拿着号角，或弹奏竖琴，或吹响长笛，看起来又虔诚又欢快。山脉下方，两个被生12翼的天使各自抱着一个婴儿，谦卑地向山顶走去。左侧的婴儿有微卷的黑发，右侧的那个则长着淡金的头发。他们一个眼珠漆黑，一个眸子金黄。山脉别的地方隐约描绘有带着链铐的巨人，被束缚着双脚，永远无法落地的巨龙。霍拉米克先是望向左侧的那个婴儿，慈和的表情愈发显得凝重。他嗓音很低很轻地念出了一个单词。阿蒙紧接着，他转而看向右侧的婴儿，沉默了几秒才吐出一个姓名：亚当。阿蒙，亚当。克莱恩重复着这两个姓名，觉得笼罩于第4纪和第3纪历史上空的迷雾愈发浓厚了。他结合自己听过的各种消息，在心里飞快做出了一定的猜测。山顶上，光辉十字架前的人影有天使环绕，有巨人和巨龙臣服，肯定是代表位居序列灵的真神。另一个爱用十字架做象征符号组成部分的是真实造物主。传闻最初的阿蒙是远古太阳神的后裔，山顶那位却不像纯粹的太阳神。难道他是白银城信奉的那位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这符合白银城神话传说里造物主苏醒，剥夺了巨人之王、空想之龙等古神权柄的描述。所谓的远古太阳神其实就是白银城那位创造一切的主，他也许掌握着太阳和时间等领域。另外，巨人王奥尔米尔、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所属的权柄也应该回归了他。这无法用序列灵来涵盖了啊！所以最初的阿蒙是白银城那位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的后裔，继承了时间领域的非凡特性。这似乎能稍微解释他在白银城地牢安静待了几十年的事情。除他之外，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还有一位后裔，叫做亚当。最初的亚当继承了什么？是否还有后裔活着？如果存在，又会在哪里？真实造物主和那位又是什么关系？单纯模仿对方，使用造物主这个称谓和十字架象征，或者两者之间还有某种深层次的联系？克莱恩没让自己的疑惑显露太多，毕竟魔镜阿罗德斯也许正在打量他。霍拉米克凝望了那幅壁画一阵，忽然上前几步，伸出双掌按在了墙壁上。无声无息间，那恢宏的壁画解体了，化作片片石屑落地，就连色彩都蒸发般飞快消散。蒸汽与机械之神教会在有意识地掩盖第3纪和第4纪的历史，其他教会也是这样。克莱恩皱了下眉头，跟着人偶霍拉米克走向另外一侧。绕了半圈，他们又有发现，一扇只勾勒出轮廓的石门隐蔽地耸立在角落里。此时，人偶霍拉米克的关节以持续性发出嘎嘎作响的摩擦声，但这并未阻止他快速靠近石门，伸出右手尝试推动。那石门之上忽有水光浮动，凝聚出了一幅真实到似乎能直接触碰的场景。深蓝色的海浪一波接一波的向前方涌去，那里有着浓郁到仿佛液体的黑色雾气。一座嶙峋的山峰从雾气里伸出，不断往下流淌粘液。这座山峰之后，黑色雾气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它的底部同样没有极限，越是往深处瞧，越是感觉幽邃，似乎一旦有事物坠落，它就永远都会在坠落。这是什么地方？克莱恩表情不变的在心里嘀咕了一句。霍拉米克收回双掌，看着那样的场景渐渐变淡，直至消失。他后仰了下脑袋，半是疑惑半是叹息的自语道：深渊，深渊，那就是一切堕落的源头，据说可以腐蚀真神的深渊。克莱恩颇感愕然，但曾经是小丑的他很好的保持了脸部和肢体的状态。他当即想到了一件事情，探索迷雾海的罗塞尔曾经偏离航道，
然后留下了一句让人费解的话语：我看见了深渊。克莱恩回味着涌向黑雾的那层层海浪，隐约有了个推测，迷雾海的某处有深渊的入口。紧接着，他又望向了石门，怀疑白银城出没过的那个阿蒙利用某种仪式弄好这座陵墓后，并未正常离开，而是借助特殊的通道前往了深渊。于是，在大多数人眼里，他已经真正失去。至于白银城或者说神器之地是否就在深渊某个地方，克莱恩无法肯定，毕竟这座陵墓的历史至少在1500年以上。阿蒙有充裕的时光借到深渊，去别的地方，他是否还会偶尔回来取走时间？要是发现自己的坟被人给挖了，脸上的表情肯定很精彩。克莱恩莫名有些高兴。就在这时，人偶霍拉米克用右掌握住左手，猛地扭了一下，吱嘎的声音里，他的左手齐腕下折，但却没有骨头织破皮肤，带出血肉。他的左腕内部镶嵌着一根黑冷沉重的金属管，他的整条左臂就是一个小口径的神秘系火炮。不愧是机械之星，藏着一摩尔的黑科技。不过这种东西要求太高，花费太高，明显只能提供给特定人员，无法列装军队。克莱恩觉得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有幸见识到了另一个发展方向的神秘世界。唯一的问题是，非凡特性守恒，工匠有限，很多东西无法量产。人偶霍拉米克用左腕抵住了那扇石门，他的体内响起了齿轮咬合并转动的声音，并有强烈的灵性光彩爆发。一抹宛若白昼的亮光乍现，随之消失。那扇石门忽然变成了纯粹的粉末，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把门给毁了。毒神者阿蒙要是遇到紧急情况，试图返回这里，却发现开不了门，那就好玩了。克莱恩想象那样的场景，险些失笑。对阿蒙家族陵墓的探索到此结束，克莱恩周围的画面急速收缩，变成了背景。一面虚幻古老的诡异银镜浮现于半空，两侧眼睛般的黑色宝石有微光闪动，白色的单词迅速勾勒于镜面。您忠实的仆人阿罗德斯汇报完毕，并时刻准备着再次为您效劳。面对这太过热情的家伙，克莱恩本能有些警惕和不适，轻轻颔首道：很好，你先离开吧。是灵界之上的伟大存在。阿罗德斯浮现出这行单词后，便让四周的场景彻底破碎。确定他的力量已然离开自己的梦境后，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自语道：灵界之上的伟大存在。他确实隐约察觉到了灰雾，这恶趣味的魔镜真的想投靠我，还是另有目的？先谨慎地观察观察，而且他在机械之星那里，我可不想被炮火覆盖3轮。收起思绪，克莱恩开始憧憬明天。机械之星整理完收获，应该就会让他去挑选物品。